跨过这个30米宽的鸭绿江呢，就能从中国走到朝鲜的第3大城市惠山市了。北朝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它也被视为美日韩等国家的不定时炸弹。今天我终于来到了与北朝鲜只隔着30米界江的中国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这里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总人口约8.6万，其中朝鲜族人口占1.4万。在数百年前，长白县和北朝鲜同属于唐朝属国渤海国。今天生活在长白县的朝鲜族人能够无障碍地和北朝鲜人用朝鲜语交流。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北朝鲜的印象是落后、贫苦、压抑。但当我和这些世代与北朝鲜为邻的长白县居民交流追问后，却不断颠覆我对北朝鲜的固有认知。免费教育、免费住房，你不羡慕吗？有钱的上千万人民币的有的是，到我们长白来买东西都可吓人了。就咱这5、6个人，你打他一个打不过。您是怎么会说朝鲜语的呢？我们就是那个民族，南hun州早春。早生，他们就是幸福指数比咱们高，你晚上过就是多厉害呀！本期影片我沿着中国和北朝鲜的界江鸭绿江行走，近距离探索北朝鲜的第3大城市惠山市，以及与惠山市仅一江之隔的中国吉林省长白县。中朝这2个地方的差距远超我的想象。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听一位连续观察朝鲜30多年的长白县居民分享他看到的北朝鲜的故事和这30年一点一滴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朝鲜是怎样一步一步落后于中国的？在疫情以前，中国和北朝鲜有不少的边界贸易往来，也有中国人到北朝鲜开工厂做生意。疫情后，北朝鲜闭关锁国，两国的贸易瞬间为零。但北朝鲜闭关的政策有松动的苗头。长白县的居民告诉我，2024年12月，赴北朝鲜旅游将重新开放，据说是北朝鲜希望通过中国游客的消费拯救难以为继的经济，而这将会对鸭绿江两岸的城市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在长白县试着忘记那些有关北朝鲜的虚虚实实、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通过实地走访和观察，试着了解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接下来和阿树一起开始这一次颠覆认知的旅行吧。而我现在所在的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呢，就是在国内能够以最近距离、最佳的视野观看朝鲜的地方了。朝鲜，这个是朝鲜的第3大城市惠山市的一个最宏伟的建筑，它是惠山市的火车站。而在火车站身后的楼房呢，据说是朝鲜的富人或者贵族才住得起的一个楼房啊，普通人住不起这样的楼房。普通朝鲜人住的就是眼前这一些房子啊，它相比楼房呢，离鸭绿江会更近一点，上去有点破破烂烂的感觉。每家每户呢都似乎有一个院子，种了一些蔬菜，然后用木栅栏围起来。他们的屋顶呢用一些不太规整的瓦片啊，然后铺起来了。就我过来旅游的。你是南方人？对，我南方人。听口音像南方人啊，小镜头多点儿，多点儿。那你们是朝鲜族吗？我不是。啊，汉族的。就这个村儿，就是山东来的多。闯关东。闯关东。给他待了20多天，干活了。你去到对面干活了？他们个不高，你看要矮一些，但是他们素质挺好，不瘦。就咱这5、6个人，你打他一个打不过。他们素质好，他们这个朝鲜比较困难。比较困难。这2年你看起了这么多楼了，这都起来，这没几年，没有5年都。这些楼房都没有5年。没有5年，这8几年，86年、87年吧，有这树林的朝鲜人就过来，就搁这儿，他们换这铺盖，这沙地换他那个朝鲜用品。他们那么过来，现在那严了，疫情以后严了。以前吧，就是小孩游泳就过来了玩儿，我不会游泳我都能过去。怎么？晚上过就是
现在还有这事儿？哎呀，老厉害了，那就是人家朝鲜有钱，比中国人有钱，是不是？刚才交谈的那位大叔啊，在这里生活了50几年。他说啊，对面朝鲜呢，在几年前是基本没有楼房的，全是这种，现在开始越来越多一些楼房了。而在江边呢，停着2辆车啊，一辆是这个大巴，一辆是这个卡车。河边有3辆红色的货车啊，那是中国车，中国出售给他们的。在鸭绿江两岸呢，有不少这样的一个小山丘啊，但中国的小山丘和北朝鲜的小山丘很不一样。中国的山丘呢，这个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很多的树木，像一片林海、一片森林一样。而对面的山丘，你看，就稀稀落落的，只有很少的这个树木在山坡上啊，整个山坡显得光秃秃的感觉，跟中国有很大的反差。这是沿着鸭绿江的一条木栈道啊，对面就是北朝鲜的惠山市，它位于朝鲜东北部的高原地带，面积约14000多平方公里。惠山市附近多山，自古民众依山度日，都受到山带来的恩惠馈赠，因此得名惠山。惠山市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它拥有的产业包括林木工业、农业、造纸、纺织业等工业。惠山千年铜矿是亚洲第1大铜矿床，该矿年产能大约为60万公吨，木材加工和矿产开采是其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是中国这边的电线啊，它跨过鸭绿江，然后就去到朝鲜那边了。难道中国还给朝鲜供电吗？刚才交谈的那名大叔，他是土生土长的长白县人，生活在这里56年了。他曾在北朝鲜待过23天半，在那边帮他们建房子。他告诉我，北朝鲜人今天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就相当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生活和经济。比如老百姓要涨工分、领粮食。他还说，2019年他到那边干活时，发现北朝鲜人工资一天只能挣15元人民币，大队还要抽走12元，到他们手上只有3元。而且北朝鲜的钱还特别不值钱，像几万块钱人民币能换一大麻袋他们的朝鲜钱，并且一些靠走私中国商品到北朝鲜售卖而大发横财的北朝鲜人呢，在结算时只收人民币，不要朝鲜钱。走了近了，我才发现啊，在朝鲜那边的岸边呢，是有密不透风的这个木板墙的啊，木板墙上有一圈一圈的铁丝网，这对偷渡者来说造成了一定的难度。鸭绿江是中国跟朝鲜的界河，所以你看这名渔夫在河里钓鱼都很小心啊，都没有越过这个中间那条分界线。这个是惠山市的一个火车啊，只有1节车厢，它好像是一辆货车吧。刚才拍那些是朝鲜的一个区吧，然后它的市中心还在往前走，我越往前走，我发现它的楼房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你不羡慕吗？在中国不羡慕吗？羡慕。中国就50、60年代的时候有那个想法，到现在没实现，对不对？所以我听说有的地方还是它有它的优点，咱有咱的优点，是的，应该实话实说。是的，所以那边你觉得幸福感应该挺高是吗？应该那么说。对了，那么咱们60、70年代的时候的幸福感也挺高啊。现在虽然是生活提高了，物质生活也上来了，谁知道人的思想幸福感不一定是那么足。我发现真的是房贷车贷哈，是不是啊？虽然是3免了吧，它可能那个水平还是低一下。那就和咱想当初60、70年代的时候不也是那样吗？现在是最近这几年是，他也不准过了，这边也觉得也去不了，谁也不去，去了就麻烦了，去了就回不来了。他要是来了，回去了，叫人收拾起来就坏了，人就找不着了就。这严啊，这个国家这个东西吧，很多东西你要是不严的话，它也应该说，也就是不好控制。国家就是一种权利，不管对也好错也好，
您是朝鲜族吗？我是汉族，汉族。地地道道长白人，从小就在地方玩。您是山东过来的？赶紧你说笑话了。过去老一辈那是捡烟头，捡烟头，3捡2捡，3捡2捡，捡到这个地方了。就和演电影那个闯关东一样的。哦，在我的右边呢是一个军事管理区啊，不能拍。诶，这条小木栈道还挺漂亮的哈，这个绿的绿，红的红，然后落叶纷纷扬扬的。走到这里呢，就面向的是一面山了。这个地方看朝鲜的视野好像更清晰了，能看到一些朝鲜的人在这个河边走啊，有一些骑车路过。如果不说的话，你看不出这是中国还是朝鲜啊。国防设施严禁破坏。我发现在朝鲜啊，骑自行车还挺流行的，不少人骑电行车路过。你看哦，接下来一辆这个这个公交车很像中国上世纪70、80年代的啊。对面那个山脚下的一个镂空的房子啊，有一些人就在里面走了，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占用这个车来车往的公路。你现在对面的面包车总给我一种感觉是哪个国家淘汰了的，就是它那种泛黄的那种老旧的感觉。又看到一辆很复古的朝鲜的公交车还是巴士啊。一个卡车，红色的卡车上面写的是济南重汽啊，所以是从中国进口的一些卡车货车哦，全部都是中国进口的呀。我的眼力还可以啊，这么小的字都看得清楚。总的来说，我现在所在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它没有特别显著的一些旅游资源啊。大名鼎鼎的长白山天池，距离长白县还有好些距离。如果说长白县有什么旅游资源的话，大概就是沿江看对岸的北朝鲜了，所以才会建那么一条木栈道。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游览了国内的很多大江大河啊，比这个宽阔的多的江都看过。但是当我来到鸭绿江这里，我感觉这个感觉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一条河，它隔开2个地方，这2个地方呢，你过不来，我过不去，就老死不相往来，而且还不是1日2日，是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交流，这感觉是很陌生的。在鸭绿江中国这一侧的长白县，我发现一个超大的广场，这广场呢有数个足球场那么大。从朝鲜那边看过来的话呢，就看到这么一个广场哈，你看多么气派的一个广场，好大呀，灯火通明的，跟那个朝鲜那边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中间还有一个大屏幕。我的天，我拍完这个镜头我才反应过来，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一个人都没有，太不可思议了。你看，真正一个人都没看到的。此刻的时间为下午的17点左右。如果我们从高空看这2个地方的差别的话，会发现中国这一侧的长白县可以说是灯火通明，五彩斑斓的灯光把黑夜都几乎点亮，而在对岸的北朝鲜惠山市可以说相当的暗淡无光，2个地方形成非常鲜明的巨大的反差。虽然我早已经预料到中国这边跟朝鲜那边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当我真正的具象化的看到这种差别展现在眼前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十分的感慨。
虽然北朝鲜的惠山市它的楼房没有长白县那么多，但是也有密密麻麻的平房跟楼房，但是亮灯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少，给我一种用电挺困难的感觉。酒店林立的商铺，这个大白菜，还有南瓜、红薯、青椒、红椒，入夜了，很多这个小摊贩在马路两边摆起了小摊。卖西瓜。阿里郎冷面、高丽烧烤。这个房间60块钱。各位早上好呀，这是我来长白县的第2天。今天长白县早上的温度是0度啊。梳子狗肉馆，在我们南方叫香肉馆，这边就比较直白。打了一辆车，准备一路干到那个山顶上的灵光塔呀。灵光寺是建了10来年，灵光寺建了10个年后建的。后山上那个灵光塔那是好几千年了。哦，好几千年了。唐朝渤海时期的那个塔建的。我听说了，那个是好像东北地区仅存的一座这个唐朝时期的。对。这里写着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啊。破获有重大影响的边境口岸走私案件，视情况奖励举报群众2000到2万元。破获跨境侵财、偷渡、贩毒等涉边违法犯罪案件的，奖励3000到3万元。你看这个塔就一看就歪了，向左边歪过去了，但是它就是不倒。我还第一次看到这边是朝鲜语的一个牌子啊，朝鲜语的介绍牌，汉语的介绍牌。灵光塔为唐代渤海时期698年到926年所筑，坐落在海拔869米的山顶上。对面的是朝鲜，看不见，云雾笼罩的。这山上也可以看到对岸的朝鲜。对面就是朝鲜了，以江为界，那是鸭绿江，在这里能很清晰的看到对岸的朝鲜啊，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朝鲜啊，军用望远镜。这一名女士在这里给游客讲解对面的北朝鲜已有32年，同时这也是她用军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北朝鲜的32年。这是军用的望远镜啊！哇，我刚才看了一下，这特别高清，哇塞，看得一清二楚啊，连对面那个大楼的朝鲜语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你现在看的是百货大楼，上面写的字是社会主义万岁。接下来出现的惠山市的镜头，可能与对话中出现的词语并不匹配。那个大楼大概有6、7层啊，我看到后面有很多那些很破破烂烂的房子是什么呢？民居老百姓住宅。这个是惠山市的宾馆。对，你现在看这个有主题思想塔，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你现在看的那个大碑，叫普天堡战役纪念碑。金日成在朝鲜普天堡战役纪念碑，就是第一场战役胜利的地方。右手边那个绿的是金日成纪念馆，前面有字的那个是交警大队。你看的是朝鲜的最大的一个大雕塑，惠山市最有名的30年来最豪华的艺术建筑，叫金针树艺术大剧院，现在改成两江道艺术大剧院了。你看那个绿的是大剧院，蓝的是第三百货。看看中间有个红条的楼，那是海关家属楼。海关家属楼。你现在看的是惠山市最豪华的一所建筑，20层的电梯楼，产权房，人民币3000一平方，这都是富人区有的人才能买得起的。这个地方产权房是这3年才搞试点的，原来没有产权房，原来都是医疗、教育、住房3免的，都不花钱的。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是惠山市搞试点，盖了20多栋电梯楼，人民币3000一平方，可以买到手的，都在提前集资。谁有钱，你要多少平，把钱拿上来，国家拿你的钱给你盖。就是跟我们国内是预售制是吧？对，就是像咱们以前集资楼一样的，是已经你要80平，你把80平的钱拿上来，他要60平，他要60平的钱拿上来，完了国家根据预算给你盖，盖好了你谁的房就拿谁的房就完事儿了。这个是不是惠山市最高的建筑啊？是，现在这20层是最高的，你再往边上看还有矮的，还有正在建设的，有17层、18层、15层，也是跟咱们中国学的，现在也在开放了。好多这个高楼，这里是不是惠山市的主城区呢？就是它的市中心。咱们现在看的就是市中心，整个这个面积都是市中心。你再看看战争遗址，战争遗址你看房子像贫民窟，但是这地方的人都非常有钱，千万元户的都在这儿，这是富人区。这个是富人区，看上去像贫民窟啊。看房子，这是战争遗址，国家不允许有变动，像咱们延安战基地似的。这个地方50年，在这个地方飞机没炸着，就这点地方50年的房子一直保留到至今。他为什么？这些老百姓有钱，都是常年搞民间贸易或者是做生意的，就是他们的钱，这不盖的楼吗？就这帮人有钱，他们集资的房子。马上装修好了，都搬楼里了，以后就没有这个了，就会拆迁了。面贸生意嘛。这不有江桥吗？长惠大桥专门这来回2个国家做生意的，有钱的上千万人民币的有的是。到我们长白来买东西都可吓人了，上金店买镯子、买项链，不是一枚一枚、一个一个的买，都是一串一串的买。完了以后买貂都是一买10几件，也不讲价。这个是图书馆，绿色的，像青瓦台一样的。图书馆大概有4层高啊。再看看这个，这是体育馆，体育馆新的建筑，近几年有几个新建筑，但是这个老城区它表面看房子不怎么地儿，大学15所大学，20多所学校。他那边还开那个车，还挺现代化的哈，什么 SUV 啊。好车有的是。省委书记坐的车是雷克萨斯570，国家给标配的车，好车有的是。惠山经济在朝鲜是占第2位。稀有金属多，矿多。这个是孤儿院，惠山市的孤儿院。要不你看场地是塑胶的，小孩都穿的可漂亮了，孩子穿的非常好。我在这儿干了32年了，就是说对面的发展这几年变化非常快。你看彩钢瓦。刷的涂料，这都是近几年的变化，原来都是灰秃秃的，没有装修。我再给你换个点，这个是艺术学院。艺术学院，咱们原来1日游开放的时候上这里看演出，中国歌唱的可好了，跳弦子舞跳的特别美。现在看的是医科大学，但是你看它这个机关单位来讲还是都不错。我们长白以前就2栋楼，人家建成这样的。我们长白就一个电影院，一个政府楼。人家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说，人朝鲜过得多富裕。体育广场有大型的活动都在这儿举行，这个场地能容纳好几万人。基本上每个场所设施都有金正日、金日成的一个画像啊。对，我这不是给你看这场地吗？你看多少人？对不对？你看这多少人？
密密麻麻的，是不是？对对对。就看着盖了很多楼房，再就生活条件水准提高了呗，穿戴比以前好。你现在看这个，这是农林大学，农业林业综合大学。城市建设比以前都升级了，原来的时候火车道就是这么散着的，完了游客们就是来回的那个居民们也安全系数不行，现在都给框起来了，都像大城市地铁墙一样，全都给框起来了。人家朝鲜幸福指数比咱们高。他医疗教育住房三免都不花钱，孩子们，你看人朝鲜也没有低头族，小孩们玩的也可开心。你这就是中心大街，你看中心大街上班的人，你看走道是不是悠哉悠哉的，也安逸。对，是的，是的。他们就是幸福指数比咱们高，你上一天班多少钱，我也多少钱，你国家给你多少粮食，我也多少粮食，跟咱们文革期间就大帮风的时候是一样的。你的意思是说那边的人，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大？对，而且他们，你看这个，你看人家家家户户百姓住的可安逸了，他们这干净，朝鲜人特别勤劳，特别干净，也女的特别贤惠，男的也特别勤劳，而且人家这个民族特别团结，咱们也不能小瞧人家，人身体素质好，那小孩在5、6岁在学校里就学跆拳道了，你看人家，你看大街上也好，包括民居也好，家家户户可干净。这民居老百姓过得非常幸福。这是您的猜测还是您是真正？怎么还是猜测呢？这就是真事儿。我给你讲解的东西，它又不是说是不实际。我给你讲的每一个点都是真的。我给你看的地方，你不看出来了吗？老百姓家家户户，虽然房子旧，你看看人边上小围墙、小板帐子，整得干干净净的，包括小菜园都收拾得可板正了。你看棚子顶上人家还晒东西，并不止说朝鲜人比咱们会生活。一样的泡菜，咱们这里做不出来什么味道，人家就是也没有咱那些添那个什么各种调味剂，但是人家就是给做出来的东西。朝鲜人口有没有30万？惠山市27万。27万。嗯，我们这边就是惠山市哈，市中心现在你看到的是边境线第3大城市，但是它人口是18万，整个惠山市是27万。这个正常对外我们是不讲解的。这个是什么？药园住宅，对，蓝色的彩钢瓦这院儿都是大官人，家里坐的车是雷克萨斯5700，家里有2警卫。来，这是医院，医院我们70年代的时候，我们长白人谁做个阑尾手术啊、镶个牙呀，都上朝鲜去做，那时候他们医疗水平比咱们高。32年了。不是啦。那可不。你看我认识你时候，你还小伙了，现在不也小老爷们了吗？对不对？我都搁这里熬了2代人了，我孙女都10岁了。我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小儿子，我小儿子今年都30了。你小儿子30了？啊，我小儿子都30了，孙女都10岁了。看看惠山这个华侨住的房子，咱们中国人在朝鲜做生意的，包括有很多人在那边不回来的，过得也都非常好。啊，还有中国人过去了不想回来的。不，以前70年代有很多人过去都不回来，因为儿女都在那边，人家儿媳妇都是朝鲜族。友谊碑是哪个年代建？中朝友谊碑就是抗美援朝之后的。这个地方现在铜矿吧，上面铜矿看不清。亚洲第一铜矿，青年铜矿。这个民居，这会儿我讲完了，你自己慢点转。你看这民居，老百姓现在有摩的、出租摩托车的出来了。好像很多人穿都是黑色的衣服的。很遗憾没法拍给你看。街上人还挺多的，大概一个排球场大的地方有10几20个人。这个中心大街的话，就是有数十人在那里人来人往的。就感觉他们就是不急不缓的，一点都没有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感啊。他们就溜溜达达的，然后去个什么地方，能够看得事无巨细，连对面一个小房子上的那个朝鲜语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感觉这个节奏特别慢，给我的感觉是那些人就滞留在那个中原大街上，好像也不是要去哪里的，不用上班吗？我觉得对朝鲜真的会刮目相看，或者说打破你的偏见，打破你的固有印象的。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关于朝鲜的一些资讯啊，都是来自于可能西方世界的，
这个政府如何压迫人民啊，剥削人民啊，然后这个民不聊生啊，但是又苦不堪言，敢怒不敢言啊，就这种印象。如果用望远镜看的话，你看那些慢慢悠悠的在那里啥也不干，然后在晒太阳，在树下，然后呢广场上人走的也很慢，一下子你觉得北朝鲜真的如一些媒体所宣扬的是人间地狱吗？地方嘛，现在有点能见度，这是烈士陵园，咱们中国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咱们国家在朝鲜的，牺牲在朝鲜的，没回来的。你看朝鲜的就在隔壁，朝鲜的现在没有屋能看呢。朝鲜的烈士陵园呢，就是专门生产体育器材的，他们的身体素质就是比咱们好啊。是有原因吗？因为人家从小就军训，6、7岁就在学校里就军事化训练，学跆拳道。现在的孩子吃饱了还得那个连个书包都不拿，得家长给拿着去送。你看人朝鲜人自己就像放羊一样，你下了放了学就自己回家，和日本孩子一样，自己大包小包的拿着。咱们国人都小孩娇惯的不行了，都得一家人恨不得2个人去接送。小孩子书包都得给背着。现在咱们小孩的这个身体素质比不了人家。因为咱们现在太宠孩子了，一家一个宝贝，都怕孩子累着。其实也不是好事儿。我小的时候，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里什么活都干，16岁就下来挣钱了。我儿子今年都30了，什么都不用他干。小摊上的一个卖的纪念品，这个朝鲜的钱币啊，上面有他们的领袖的一个画像。外国人是不能讲解的。官方朝鲜就不允许。我们就是为了自保，也不理他，也不勒他们。但是自我保护呗，不是。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本期影片我们是认识北朝鲜的惠山市，那么下期影片我们来认识一下中国这一侧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这里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